希特勒他并没有被这次突如其来而且超乎想象的胜利给冲昏头脑，因为他心里很明白，半场开香槟的人往往死得最早也最惨，所以即便在当时他已经博取了非常多普通德国人民的信任，让他距离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但也知道仍旧有不少的障碍需要跨越，所以他又想起了年轻时在维也纳学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要把有权势而且地位已经是确立不疑的力量争取到自己的身边来，而这些力量恰巧又是当时国家非常重要的两大支柱，就是军方和大企业家集团。Sie einst rieten, uns diesen grauen Rock zu nehmen, die wussten nicht, was sie taten. 军方呢是自打凡尔赛合约签订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魏玛政府心存不满。那组建共和国的势力要散架，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希特勒非常的清楚，军方奇货可居，所以向来对军方奉若神明，表现出无限的尊敬。那这一点啊，他在比尔晚政变后的审判席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纳粹党说的撕毁凡尔赛合约、重新武装德国，让德国再次强大，这些主张已经非常符合军方的胃口了，但希特勒依旧不厌其烦地多次公开强调，没有国防军的帮助，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谁能拒绝一个殷切热烈的人呢？况且这个人由始至终都是这般的殷切热烈，一成不变地表现出对国防军毫不吝惜的巴结。那很自然，军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地站在了希特勒的身后。Ist so groß, dass ich nicht jedem Einzelnen dafür danken kann, aussprechen zu können。同样可以待价而沽的大企业家集团，对于选择支持谁，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是后来他们坚定地选择支持希特勒，则完全是由德国共产党一手促成的。1930年秋天的时候，以那个经济学怪人费德尔为首的纳粹党人原本是要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内容大致有3条。第一，将所有的利率设定一个最高 4% 的上限。第二，可以无偿征用银行、股票交易所以及所有犹太人的财产。第三，将所有的大银行收为国有。希特勒得知以后大为震怒，并且在第一时间要求撤回了这项议案。但是转过头来，这项议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国会，他惊喜地发现竟然是由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希特勒坚定地投下了反对票，并且借此机会大肆抨击德国共产党，说他们这是要毁了国家。所以各大企业家也都能看得出来，尽管希特勒一直口头上声称社会主义，但是从来没有在实际层面上出手，而共产党则表里如一得多。所以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家果断地选择支持希特勒，除了极个别的超级巨头，比如西门子还有克虏伯。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成功的商人往往都具有极为敏锐的政治嗅觉，所以当他们发觉希特勒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掌控国家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变成了坚定的纳粹党人。那这样一来，有了拉偏架的军官团，外加上可以提供源源不断资金支持的大企业家集团，希特勒的上位已经从能否成功的问题变成了时间早晚的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当这一切变故都在悄然发生的时候，又出了一件对魏玛共和国来说可谓致命的打击。1925年2月的最后一天，共和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因为急性阑尾炎在柏林病逝。他是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明确坚定拥护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领袖，他自然也就是希特勒口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祖国的叛徒、11月罪人。他从1919年担任总统以来，就一直遭到左右两派政治势力从未停歇的攻击。即便如此，艾伯特依旧恪守宪法，极力斡旋各种势力，以至于让议会民主制度得以幸存。那他的病故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这也迫使原本要6月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不得不被迫提前到3月，而在当时7个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个有实力能赢得绝对多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威望足够高的人才能赢得选举。于是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前帝国陆军元帅保罗·冯·辛登堡，说服他来参加选举。
最终辛登堡获胜，成为了共和国的第2任也是最后一位总统。而此时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丧钟的第2声也已经敲响。辛登堡总统虽然宣誓恪守宪法，但是别忘了他是前帝国陆军元帅，而且在签订凡尔赛合约的时候他就说过，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的战死沙场。他本来就是众多对魏玛共和国心存不满的人之一，最终也是由他亲自将希特勒送上了领袖的宝座。Auch über dieses Schlachtfeld brauste Deutschland Hu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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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登堡自打1925年5月12日就职总统以来，一直倒也言出必行，恪守宪法，直到1930年。1930年3月28日，辛登堡没有经过议会，直接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魏玛共和国是议会制，总理也是经由议会推举出来的，直接向议会负责。辛登堡直接任命布吕宁为总理，按道理来讲是不合法的，只是为了制衡希特勒，国会的其他政党也就选择支持辛登堡，默认了他的做法。但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总理不再需要向议会负责，而是直接向总统负责了。另外呢，在国会里，因为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所以布吕宁在很多的时候是没办法行使职权的，就不得已总是要援引魏玛宪法的第48条，就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只需要总统批准，不需要经过议会多数的同意，就可以直接行使职权。一次两次还可以，你这样搞的次数多了，那总统的权力就不再是象征了，国家的制度也就从议会制逐渐开始转变成为总统制。再有呢，这个布吕宁也是一个脑回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在国会内拉拢一个稳固的多数来协助自己执政，所以呢，经常要去找老总统。都已经这样了，他竟然还提出一个要延长总统任期的建议。虽然他本意并不是要为自己来谋取什么，因为他有一点跟希特勒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希望把魏玛共和国推翻的人，只不过布吕宁是保皇派。他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先延长辛登堡的任期，再伺机复辟君主制，到时候直接改总统为皇帝。但他没有考虑到的一点，就是他本身都已经需要拿着辛登堡的鸡毛来当令箭了，还会有几个人来支持他的想法？果不其然，他的建议一经提出，纳粹党、共产党这一个极左一个极右都强烈反对，甚至连80多岁的辛登堡本人都嗤之以鼻。而希特勒更借此机会大肆抨击布吕宁，说他贪恋权力，因为自己没办法独立执政，总是要找辛登堡，所以想出了一个延长总统任期的鬼点子。这样一搞，很自然的，布吕宁的总理是当不久了。果不其然，在1932年的5月29日，那天还是星期天，辛登堡召见了布吕宁，毫无征兆的要求他辞职。显然他在政府里已经混不下去了。因为纳粹党最少提前了1个星期就知道布吕宁要下台，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当时他还在四处奔走，为自己的内阁寻找新的部长。当他询问施莱谢尔是否愿意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施莱谢尔明确地告诉他愿意，但不是在你的内阁里。而正是施莱谢尔给纳粹党递的消息，因为赫尔曼·戈林在5月19日的日记里清楚明确地记载了，就是从施莱谢尔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消息，布吕宁要下台了。从施莱谢尔那里一并得到的消息还包括初步拟定的新内阁的部长名单。这个施莱谢尔，他的全名叫做库特·冯·施莱谢尔，他不愧后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在混乱和动荡的共和国后期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共和国掘墓人。他的姓在德语里的意思是偷偷摸摸的人，或者叫做阴谋家。他本身也是军方的人，而且跟辛登堡的总统的关系非常好。虽然最后他是背叛了布吕宁，但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他说服辛登堡总统任命布吕宁为总理的。那现在布吕宁辞职了，他又推荐了一个人给辛登堡，而且也被任命为了总理，就是弗朗茨·冯·帕彭。Und das ist ganz vor einem Augenblick identifizieren. Ich kann vor einem Augenblick für den
Diese Wahl wird für Deutschland und auch für die Welt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sein. 对于帕彭当上德国总理，就连当时的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无论是敌是友，都没人拿他当回事。人们在形容帕彭的时候，说他是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慕虚荣还有野心勃勃著称。这里面有一个好词吗？而且他在政治上又毫无后台，也不是军方的人，内阁部长的新名单是之前就已经拟定好了的，并且施莱希尔都已经通报给纳粹党了。帕彭从6月1日开始当总理到12月1日，总共就干了2件事儿。7月份解散国会，选举一次，到了11月份再解散国会，再选举一次，2次选举的结果都一样，使得希特勒的纳粹党毫无疑问地成了国会的第1大党，只不过还没能达到绝对的多数。但是对于帕彭，希特勒已经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他了，就像法国大使说的那样，不拿他当回事。而帕彭的做法跟布吕宁惊人的相似，就是修宪改君主制，只不过布吕宁他是保皇派，并且从始至终都是如此，而帕彭则不同。尽管帕彭跟布吕宁都是需要拿着兴登堡的鸡毛来当令箭，但不一样的是，帕彭是在发现自己总理已经当不下去的时候才来找兴登堡，说要修宪，拥护他当皇帝。而这个时候又是施莱希尔，他当着兴登堡的面对帕彭说，你这是要让老元帅违反他宣誓要效忠的宪法吗？然后又转过头对兴登堡说，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就能帮老总统分忧，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团结纳粹党里相当的一部分人，并且中产阶级也喜欢他。另外他还是军方的人，是个中将，意思就是可以任命他来当总理。很明显啊，兴登堡是更加偏爱施莱希尔的，于是顺理成章，1932年的12月2日，施莱希尔出任德国总理。但很遗憾的是，他比布吕宁以及帕彭更惨，最终只当了57天的总理，而且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实际上的最后一位总理。他刚一上任就广播全国，宣布自己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他想亲近工会，借此来拉拢无产阶级。但问题是，无产阶级有共产党，而且他刚广播全国说自己不支持共产主义。但是他亲近工会，拉拢无产阶级的做法又引起了大企业家集团的恐慌，他们本来就已经非常支持希特勒了。这样一来啊，施莱希尔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只剩下他自认为的可以团结纳粹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于是他找到希特勒，邀请他来当自己的副总理，毫无悬念地遭到了希特勒的断然拒绝。于是他就又把目光投向了纳粹党的2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因为施特拉塞跟希特勒的政治路线不同，他是一个打心眼里坚定认同社会主义的人，所以跟希特勒经常爆发冲突。施莱希尔意图也很明显，就是通过拉拢施特拉塞，从而分裂纳粹党。只不过希特勒的手段更高明，不久之后就迫使施特拉塞主动辞去了纳粹党内的一切职务，所以这位短命的总理，他的最后一个念头也破灭了。走投无路的施莱希尔跑去找兴登堡商量，兴登堡总统告诉施莱希尔，最初对他的承诺依旧有效，如果他能团结各方势力，能在国会内组建一个稳定的多数来协助他执政，他就依旧可以好好的当他的总理。但施莱希尔提出的要求跟布吕宁以及帕彭毫无差别，就是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需要拿着兴登堡的鸡毛当令箭。到了这个时候，但凡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施莱希尔这个让很多人垮台的人随时都要垮台了，而且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当施莱希尔上任总理的第57天，也就是1933年的1月28日，施莱希尔面见兴登堡，并且递交了辞呈。这样一来，放眼望去，所有摆得上台面的人就只剩下希特勒一个了。尽管前总理帕彭认为自己还没死透，还可以回国再当一次总理，但这个时候施莱希尔不知道是出于反对帕彭的目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竟然也支持希特勒来担任总理。第二天下午，希特勒跟他的伙伴在凯撒霍夫饭店的房间里喝咖啡吃点心的时候，保罗·戈培尔带来了消息，希特勒将会在第二天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希特勒坐车前往总理府觐见总统兴登堡。保罗·戈培尔、赫尔曼·戈林、
恩斯特罗姆等等一众纳粹党的高层等待在100米开外的凯撒霍夫饭店。希特勒从总理府出来，马不停蹄地坐车来到凯撒霍夫饭店，回到他伙伴的身边。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但是他的眼中饱含泪水。”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德国总理。Damit aber die Schwächung des gesamten Volkes, damit die Verelendung dieses Volkes und damit den Verrat gerade an der Klasse auf einer Ebene